你还在为深渊无门而苦恼吗？你还在为加害者逍遥法外而愤怒吗？那就联系我们模范出租车，为您提供排忧解难一条龙服务。我是瓜皮儿，时隔2年，模范出租车第2季重磅回归。话不多说，我们这就发车。冷漠的收音机有条不紊地播报着一起案件，最大的重头戏是一起涉嫌散布违法色情档案的案子。由于罪魁祸首三渣组拥趸众多，且不断对受害者施暴，最终一名受害者不堪其辱，选择自杀。消息一出，人神共愤。今天正是三渣组出席庭审的日子，路上他们得意洋洋地炫耀手中的存款以及转移走的海量种子，丝毫没有任何悔意。旁边的男人开口提醒他们系好安全带，下一秒车子发生侧翻，男人轻飘飘解开安全带，将手铐钥匙扔给三渣。在他们还没有反应过来时，他已经开来了辆黑色的出租车。三渣毫不犹豫上了车，在喝完他递过来的饮料后，纷纷昏睡过去。醒来后，他们才发现自己被套路了。电视上播报了他们恶意袭警并抢夺枪支逃狱的消息，那所谓的枪支就在他们手里握着。他们正准备向警方自首时，警方已经神兵天降，将他们全部逮捕。即使他们大讨冤枉，也没人会信。不远处的楼顶，4人正看着这一切，正是我们的主角模范出租车。之前的镜头给到男人时，他的编号是5283，就给了提示，那正是道奇的车牌号。不用想，这都是他们布的局。对三渣组这样的败类，只判3年太少了，加上袭警和抢夺枪支罪，足够判个无期。道奇他们的领导张醒哲则已经取走了三渣组的所有存款，作为这次行动的所有费用。离开前，张醒哲还特意向电话那头的何娜道谢，这也是本季中何娜唯一还活在台词的戏份。接着，时间回到2年前第1季的结尾，团队完成了对吴哲勇的复仇后，便各自分道扬镳。在送走其他人后，张醒哲关上灯，回到了办公室，淡定地面对前来上门搜查的警察。1年后，由于证据不足，张醒哲无罪释放，公司的生意也由于那晚的搜查少了很多。但即便如此，他还是拒绝了道奇让他请回朴主任和老崔的想法。现在他们和高恩都有了各自的生活，还是各为其主最好。事实上，老崔和朴主任曾先后来找过他，结果被他臭骂一顿。他甚至放话，就是老子死了，你也不准来参加葬礼。另一边，老崔2人聚餐时都明显心不在焉，谈到张醒哲，却都异口同声地表示要找机会去看看他。毕竟朴主任因为表现优异，单位准备派他去俄罗斯锻炼5年，下次再见面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。吃完饭准备离开时，地上的一张寻人启事吸引了他们的注意。这张寻人启事同样被此刻在公安情报科上班的高恩看到，那是一个中年男子李叔在寻找他的儿子东仔。望着对方离开，高恩很想帮他，但科长却说这不是你的职责。部门聚餐时，科长告诉他，那人的儿子是离家出走了，由于不能排除家暴的可能，所以凭现有证据什么都做不了。旁边的领导醉醺醺地说，咱们都只是打工人，关注重点应该是升职加薪，还有别惹事儿，至于其他的都是浮云呢。这一番话听得高恩很不是滋味，但又无可奈何。与此同时，李叔由于一直找不到儿子，绝望之下打算投河自尽，但脚下那张模范出租车的广告跟他拉了回来。遥想当年，同样是想投河自尽，玛利亚也是看到了这张广告，才有了后面的爽快复仇。说回剧情啊，张醒哲接到电话后，通知道奇前去接人。路上，李叔慢慢打开话匣子，妻子早逝，自己是贷款租了个炸鸡店，将东仔拉扯大。东仔很争气，不久前还拿到了去越南当交换生的名额，自己非常高兴，哪怕债主催款并下了最后通牒，都咬牙为儿子定做了高档西装，并亲自送其去了机场。好景不长啊，他很快察觉到不对劲儿，原本每天都会联络的儿子，突然半个月都杳无音信。更奇怪的是，原本咄咄逼人的债主态度也好了很多。一问之下才得知，是东仔把钱全还了。他去学校一问才知道，儿子早就退学了，还说要在越南工作满2年再回来。回到家犹豫过后，他亲自踏上了寻子路。但他按照地址找过去看，儿子工作的公司根本什么都没有啊。那天他从电话里听到了儿子的声音，但只有3个字儿：对不起。回国后的10几个月，他多次去找警方寻求帮助，但每次都吃了闭门羹。终于，一个领导告诉他，你儿子不久前联系了大使馆，让任何人都别再找他，不是警方不帮你，而是这事儿办不了啊。按本国法律，你儿子这种情况只会定性为离家出走。由于要尊重当事人的隐私，所以警方无权调阅他的行踪记录。更绝望的是，
回到家，李叔发现了儿子写给自己的遗书，通过鉴定就是东仔本人所写。领导告诉他，你儿子上次联系我们的地方是外国的非法赌场密集地带。李叔彻底崩溃，他无法接受这件事，唯一能做的就是在暴雨下无助的一次又一次散发寻人启事。表面上看，这就是一个孝顺儿子为了减轻家里负担，不惜堕落成赌徒，最后无力还债偷偷自杀的故事。但道奇却看出那封信有问题，因为信纸下方还有一连串小数点。他已经了解到东仔当过通信兵，那自然是精通摩斯密码的。果不其然，密码翻译后意思是救我，而镜头外也给了我们肯定的答案。东仔正被一群壮汉毒打，那天他拨通父亲电话没多久就被发现，只来得及说对不起，随后被迫写下遗书时才趁机留下了密码。既然有求，那就必应啊！于是道奇和张醒哲同时行动，他们先来到了东仔应聘的国内总公司，那里却是一栋废弃烂尾楼。不用想，那伙人这会儿肯定把自己的行踪隐藏好了。不过这类人的习惯是个突破口。道奇根据那家公司的招聘行文特点筛选到了一模一样的公司，并发了和东仔一样的求职信。没多久就收到了回复，条件也是去越南工作。事不宜迟，道奇立刻收拾行李前去。老崔和朴主任也在此时前来，本来打算简单道个别，但朴主任看到那张寻人启事在张醒哲的柜子后，傻子都知道发生了什么。他们匆忙赶到基地时，张醒哲却装作什么都没发生，赶走了他们。但他们早已猜出张醒哲在瞒着事儿，那张寻人启事就是重点。他们找到高恩说明情况，却被科长打断。没办法，老崔只能决定自己调查。高恩对这件事也上了心，趁没人注意时调出了东仔的资料。不久，道奇抵达越南，远程连接信号后，走向了公司停在监控死角的车。他不动声色地拍下了车牌号和那些人的脸。车开了一段时间，就是乘船走水路。路上，招聘人员还吹嘘，只要认真工作，以后天天有鱼翅和鱼子酱吃。下了船，道奇和其他2个应聘者又坐上辆破车。眼看路越来越偏僻，道奇察觉到了异常。这时，车突然被别停，对面下来了几个手持棍棒的壮汉，不由分说给他们套上了头套，让道奇和张醒哲的通讯被迫切断。头套揭开时，道奇正和其他人被倒吊在房梁上。面前的大背头开门见山地提了命令，他需要道奇等人发挥看家本领，为自己开发能公开上架盈利的非法赌博程序。什么？你不懂？没关系啊，这里的各种酷刑和书籍能鞭策你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。说着，大背头让道奇他们见了被毒打得不成人形的前辈们，然后就让他们去各自的房间学习。一路上，道奇所见的都是在不同房间被折磨得不成人样的受害者。画面一转，给到了我们的一位老熟人，上一集中被道奇欺骗的诈骗犯闵女士。她将刀插在道奇的照片上，眼里充满了愤怒。由于联系中断，张醒哲心急如焚。高恩打来电话，提醒他按下旁边的按钮。他照做后，却什么反应都没有，这正中高恩下怀。他因此猜测张醒哲在操作自己以前的设备。张醒哲拒不承认，挂断了电话。结果屏幕出现了问题，他一顿鼓捣，反而让设备彻底歇菜。这时，高恩出现在了面前。与此同时，老崔2人来到了警局，想要查看东仔的资料，遭到拒绝后，老崔当场撒泼：“老子可是天天和你们局长吃饭的，你敢不识好歹呀？”结果下一秒，他就被关进了拘留室。警察说：“还真巧啊，我也天天和局长在餐厅吃饭呢。”而朴主任趁老崔撒泼的时候，偷偷把资料拍了下来，最起码不至于偷鸡不成蚀把米啊。不久后，老崔2人先后赶到了机场，准备直飞越南。事情很明显，道奇肯定陷在那儿了。做兄弟的绝不能见死不救啊！结果理想很丰满，现实很骨感。到了越南后，他们由于语言不通，走到了当地的一家风月店。刚一进门放下行李，就被闵女士吓得撒丫子就跑。闵女士并没有发现他们，只是把背叛自己的小弟当众揍了顿，并命令手下抄家后杀人灭口。得，这下行李和钱包都没了，老崔2人只能凭记忆找路了。结果呢，他们上了一辆运机车，颠簸了一整夜，真是漫漫长夜，一路芬芳，岁月曾流过呀。而道奇此刻正被锁在房间里学习呢。正巧的是，他所在的房间曾是东仔所住的。道奇在桌上的书里看到了东仔写的求救，他悄悄地打破玻璃，趁四下无人的时候撬开了锁，并在大背头等人都不注意的时候拿回了通讯眼镜。大背头等人毫无察觉，他们正把一个试图逃跑失败的受害者倒吊在天花板，准备第2天截条腿来杀鸡儆猴的。道奇戴上眼镜后，边找路离开，边联系张醒哲，但那头传来的却是高恩的声音。道奇将情况同步给了他和张醒哲，现在他绝不能逃走，否则其他的受害者性命难保。他让高恩发了一个赌博程序，给他蒙混过关。果然，大背头等人非常满意，当即拿去给老大全哥看。全哥顺势问起，
这么厉害的技术是怎么学的？道奇说，这是以前他在 U 公司的时候学的。反正那个公司的总裁朴良计被炸死了，死无对证啊！不记得这段剧情的，可以翻看上季的第2期视频。这群人正幻想着财源滚滚到来之时，程序坏了。道奇借故撒泼，甩锅给刚刚操作的大背头：“你居然删了伦家的代码呀！”嘤啊！大背头有口难辩，只能是被迫背锅。随后，全哥命令他去把昨晚想逃跑的2个年轻人断腿。就在要动手时，道奇制止了他，顺势说：“刚刚的程序我自己修好要花很长时间，这2人是不可或缺的人才，你砍了他，只是让他没命，但损失的是大家的钱包啊！”全哥信以为真，放了他们俩一马。随后，他给了大背头几个嘴巴子，斥责其办事不力。道奇则跟2个年轻人关在一起，四下无人时，他告诉他们：“按照我说的做，我们都能平安回国。”于是他们装作了道奇的假人，装作认真修补程序的样子，骗过守卫。道奇则偷偷溜了出去。他溜出去的同时，不信邪的大背头将程序拷进 U 盘，插入电脑，发誓要自证清白。殊不知这么做正让全哥的资料送到了高恩面前。高恩立刻同步给了道奇，说那家伙有涉黑背景。刚说到这里，道奇就注意到自己坐的车计表器坏了。俩司机忽悠说这是模范出租车，价格会贵点啊。说着还掏出菜刀威胁道奇要付600万。结果可想而知，一阵猛烈车震后，2个司机被扒的只剩下背心和短裤，扔在了路边。小插曲过后，道奇继续和高恩通话，接下来就从那个接机的工作人员入手。道奇接上他后，他忽然不觉危险即将到来，坐在车里拿着受害者的身份证就打给韩国大使馆，捏着嗓子冒充受害者说话，自己失踪是为了逃离父母的家暴。搞清一切后，道奇将他捆在车头，让他好好感受一下与石头亲密接触的恐惧后，再开始盘问。他当场吓尿啊，交代说自己只是把人送到中转点，每次都有4、5队人，总公司在哪儿他也不知道，更别提东仔的下落了。道奇对这个答案不太满意，于是将他捆好，独自扔在了远离人烟的山路上。今晚你就在这儿孤芳自赏吧。路上他遇到了狼狈不堪的老崔2人。餐馆里他们狼吞虎咽，就像2个刚投胎的恶鬼。说起遇到闵女士的事儿，道奇心生一计，要是闵女士见到他，就有机会让这些人集中起来，从而找到东仔的下落。看到独占门口的闵女士后，道奇换了身显眼的衣服，身上挂金链子，手上戴金戒指。果然闵女士发现了他，一时间竟有些春心荡漾，外加步履蹒跚呢。下一秒，道奇上车离开后，他就回过味儿来了，抄起菜刀就追，但终究没追上。于是他让小弟打听打听刚才他和旁边的餐馆服务员说了什么。服务员说，道奇让自己送酒去纸上写的地方，那个地方自然是大背头等人的所在地。闵女士怒火中烧，集合所有人马杀了过去。破门后，他吩咐小弟把这栋楼里长得最帅的男人给老娘抓来，老娘亲自砍了他。大背头等人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儿，本着好汉不吃眼前亏的原则，他们马上赶往了总公司。等闵女士赶到道奇房间，那里已经人去楼空，只剩下他的墨镜和刚泡开的一杯茶。他又羞又气，只能隔窗大吼道奇的名字。道奇等人颠簸了一会儿，到了总公司。最令人震惊的真相也浮出水面，这个犯罪团伙的老大竟是当初接待李叔并负责东仔案的警局领导，同时也是高恩的上司老金的。老金冷漠地吩咐全哥处理掉一些人，并且做好遗书。大背头将道奇等人集中到一起，逼迫他们写遗书，然后选出7个人用强酸灭口。看到旁边躺着的东仔，道奇再无顾忌，愤怒和武力值瞬间完成了冷却。他站起来说，来这里的人都是为了找个好工作，挣钱回去和父母好好过日子，可你们却夺走了他们的希望。그런 게 있어. 손은 언제 너희 같은 놈들은 절대 이해할 수 없겠지만. 下一秒，滴滴打人服务上线了，大背头等人被道奇一人暴揍，全部倒地不起。老金吓得收拾东西就跑啊！当道奇费劲打倒了全哥之后，老崔2人假扮的警察也及时赶来控制局面。道奇骑上摩托车就追，在高恩的指引下，成功逼停了老金的车，并将他堵截在了楼顶。老金却还恬不知耻地持枪对着道奇说：“反正世界上的坏人抓不完，我也不想这么辛苦了。”下一秒，枪响过后，倒地而死的却是他。道奇正疑惑时，警察赶到了现场。当天晚上，该犯罪团伙被一网打尽，所有人都被带回了国。受害者回家团圆，加害者则为自己的罪行付出代价。道奇亲自将东仔带回家，让他和李叔父子团圆。高恩也将该团伙的网站全部消灭。最后，在道奇的一句5283行动结束下，任务画上句号。天亮后，高恩和老崔2人先后递交了辞呈。他们5个人始终都是不能分开的团队。沉浸在喜悦中的他们，并没有在意站在张醒哲办公室外前来应聘的年轻人小温。本期最后，画面给到狙杀老金的枪管，神秘人看着准星里的道奇说：“任务完成，我会查出他的真实身份。”我是瓜皮儿，下期见。